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今年冬天会发生的4件对你们有利的事情。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这张星币2呢，我觉得在今年冬天的整个状态可能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好像在准备着什么，或者说如履薄冰，生怕自己犯错啊。可能我觉得你们害怕犯错，或者说这种如履薄冰的状态和你们所在的这个环境有关。因为你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它一直都是非常压抑的，它可能不允许你们去犯错吧，或者说你们内心当中绷着一根弦，让你们没有办法放松下来。今年冬天，首先你们在内心的状态上面会有一个调整吧，就是不会再过分的苛责自己啊，心理层面上放下一些包袱。可能说你们之前经历的一些事情让你们总是处在一种自我责备的状态里边啊，所以说你们会选择原谅自己，并从中得到成长。你们放下了这个心理包袱，我觉得你们会本质上吧，你们会划清楚一个边界，就是你们不会把事情是失败的和我是失败的人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你们在某件事情上投射了太多的价值，就会让你们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说我觉得心理层面上，你们首先会告诉自己，即使你们准备的这件事情啊，它失败了，也不代表你们是失败的，因为决定一件事情成败的因素有很多啊，你们的个人努力它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们能够拥有这种心态，反而更容易能够帮助你们显化出一个好的结果。然后这张死神牌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啊，这张牌其实我觉得是在这种巨大的压抑的环境当中啊，有一些事情它反而会有峰回路转的可能性，或者说触底反弹。因为最黑暗的那个阶段你们已经熬过来了，前面有一束光照进来了，有一种快熬出头的感觉。我觉得这张牌它就是在告诉你们，不要回头看，也不要试图在过去里寻找答案，去往未来才能够找到意义，通向未来你们才能够看到光。所以我觉得今年冬天啊，你们会在这样的一种波澜起伏的生活里边去抓住一些峰回路转的机会。所以说这个包括死神还有这张圣杯8啊，我觉得都是你们会在经历一个自我迷失之后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圣杯8我觉得在这个冬天你们可能会逼着自己去从一个环境或者说一段关系里边抽离出来。虽然说这张牌你们的背影啊看起来有一点落寞，但是再过一段时间你们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们会感激自己在当下做的这个决定的。然后这张权杖国王啊，我觉得在今年冬天的话呢，对你们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会有一个火象特质的人出现，他是一个主导者，成熟且稳重，你们会在他的身上看到一些你们所渴望拥有的特质。而且这个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情绪是特别特别稳定的，你们能够在他的身上看到一种力量感啊，这种力量感还有情绪稳定的特质，能够让你们自身整个人的情绪也会变得平和下来吧。就是你们看到他，你们就能够感到一种宁静的力量。就是你们的生活其实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榜样或者说主导者来给你们指明一个方向的。你们会受到这个权杖国王的影响吧，整个人会变得更加的有自信，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你们整个人可能都会变得更加强硬一点。就是你们会因为这个权杖国王它是这种火象特质嘛，火象的话就是狮子、白羊或者说射手，这种能量它是比较强势的能量，所以说你们会受到它的影响，你们整个人的能量也会变得强势起来。我觉得你们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得到一种鼓励吧，就是这种鼓励是鼓励你们去反抗，学会拒绝，然后将自身的一部分攻击性向外释放出去，其实就是在给你们自己松绑啊。我觉得你们能够从这个人的身上得到一种力量，一种反抗的力量，一种说不的力量啊。那么这张宝剑4呢，就是当你们在给自己松绑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冬天反而你们能够睡一个好觉了，就是说这个睡眠状况会
有所改善。之前困扰到你们的一个点，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失去了连接，你们身体的感受无法被自己的头脑理解，因为长期的饮食不规律，繁忙的工作和学业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有时候明明非常累，但是想睡觉又睡不着，这都是你们身体和心灵失去联系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今年冬天你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回收到自己的身上，让自己整个人的内心宁静下来啊，不再让那些东西，那些外部的东西把你们的生活填满。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睡眠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改善，你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这张权杖六呢，我觉得今年冬天应该是某个事情的进展是会超出你们的预期的。这个超出预期的好消息，因为权杖六它本身就象征的是成功啊，象征的是凯旋归来、得偿所愿的感觉。所以说这个超出预期的好消息能够极大的增强你们的自信和自我驱动力。有的人在今年冬天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出啊，就是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会沐浴在这种掌声和赞美当中啊。可能说今年冬天有一个很盛大的活动，就是为你们而准备的，也有可能是有的人在冬天的时候会过生日啊。总而言之，今年冬天一定会有一个令你们感到非常难忘的、留下特殊回忆的一天。然后这个圣杯女皇呢，我觉得它象征的是一种像水一样的能量吧，很流畅啊。今年冬天你们自身的这种能力的表达会有一个提升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种很流畅的表达，圣杯本身它就是流动着的水元素啊，你们整体对外展示出来的形象和风格是比较温柔的，你们会把这种锋利和棱角隐藏在表面之下。圣杯女皇它本身就是一种丰盛啊，就是你们会保留做选择的权利，你们看上去就没有那么着急的想要证明自己啊。圣杯女皇的话，它是有一种内在的平静在里边的，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呢，圣杯女皇代表的是今年冬天你们会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创造力，思维能量特别的活跃，通过一个点连成一条线，再扩展成一个面啊，这种非常强的联想能力。所以说对于做创作的朋友来说，你们今年冬天可能会一口气的生产出很多优秀的作品和内容。这张宝剑侍卫呢，就是今年冬天还会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他是一个风象特质的人啊，他会陪在你们身边，他是天秤、双子或者说水瓶，他是一个能够，就是他是看事情看得很明白的这么一个人，想得很清楚，是一个局外人。当你们感到迷失的时候呢，他在你们的身边其实是能够及时的开导你们的。无论是这个权杖国王还是宝剑侍卫，我觉得这两个人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都是帮助你们拥有一种重建希望的能力。就看起来你们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好像都是外部环境给到你们的，但是实际上外部世界的那些困难，它其实都是内心当中一些问题的投射。当你们的内心不够强大的时候，你们就很容易在这种人生的选择当中迷失掉自己啊，逼着自己越走越快，反而离自己的初心变得越来越远。所以说我觉得当你们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整个人是混沌的、迷失的，你们就应该先停下来审视自己啊，只有舍弃杂念才能够在混沌当中活出清醒。所以说这出现的这两个人都是在帮助你们认清你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一种惯性吧，就是越是困惑和迷失啊，就越是逼着自己想找到那个问题的答案。其实答案永远都不在外界，而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所以说如果要我给你们建议的话，我觉得当你们的内心感到很混沌、很混乱的时候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尝试着给自己开启一个飞行模式，强制中断你们手上的事情，让自己的内心完全停歇下来。这个时候答案自然而然就会显化出来。也不要为了焦虑而焦虑，不要为了烦恼而烦恼。真正重要的其实不是事情本身，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一个事情的反应。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啊，如何看待它，如何反应啊，取决于我们的内心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平静的、平和的、宁静的、平和的、富足的，那么即使看起来有一件就是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一个对我们有利的角度去解读它。因为事情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所以说今年冬天啊，出现的任何的发生的一切啊，都是来帮助你们成长的，去拥抱它，而不要抗拒它。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那么第二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隐士牌啊，这张隐士的话呢，我觉得今年冬天你们应该是在默默的酝酿着什么，准备着什么，筹划着什么。你们手中的灯代表的是今年冬天啊，可能说你们会习惯性的去熬夜吧。我觉得隐士你们在今年冬天的这几个月啊，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突然的想明白一些事情的。突然的得到一些事情的真相，突然的顿悟，又或者说突然的有一些灵感一闪而过啊，这都是你们在深夜一个人安安静静思考的时候才会得到的。而且呢，你们在深夜里边的这种想法要重视起来，它是值得你们去记录，并且为之而思考的，因为有一些一闪而过的灵感，可能就会改变你们的人生啊。有可能是在今年冬天的某个深夜，会有一个人突然给你们发来消息，而这个消息也许会加速你们做出某个决定和改变。就是说，这个消息，或者说你们在今年冬天的某个深夜一闪而过的某个灵感，它是有利于你们的，把它重视起来。那这个命运之轮呢，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这3个月啊，今年冬天的这3个月啊，它是转运的3个月，有一种时来运转的感觉，就是守护你们命运的守护灵会发生改变、转变啊。每一个人就是命运给我们的安排的剧本，其实都是一波三折的。尤其是在我们往往陷入绝望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信号，让我们从绝望当中看到一丝希望。所以说，这个冬天熬过去以后，第2年的春天，你们会惊喜的发现，你们之前苦苦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消失掉了。就是说，当这个命运之轮开始转动的时候，你们的人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很多事情它在暗中发生改变，甚至你们不去关注它的时候，它自然而然的就被解决掉了啊。所以说，这个命运它在转动，运势也在转动，很多事情的变化都是有一种内在的规律的，不是以你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你们只需要尊重一些事情的发展的基本规律，顺势而为。当你们感觉到自己是逆势的时候，就把自己蛰伏起来。然后第3张牌节制牌啊，它代表的是一种能量的转换，就是今年冬天你们要完成一种能量的转换，可能会换到一个新的环境里边，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当你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边的时候，你们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更加的开阔。而且节制的话呢，今年冬天你们可能会更加注意维护自己身心的平衡。之前你们可能总是在2种极端的想法和状态里边，或者说情绪之间来回的摇摆和波动。那么这张节制呢，就是你们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要失控的时候，你们就会立刻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今年冬天你们还是会遭遇到比较多的情绪问题，但是你们会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导管，不是让这些就是而不是一个容器，就是当你们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导管的时候，这些情绪就会流过，你们才能够从中清醒过来。千万不要让这种情绪积压在你们的身体里边，这会给你们憋出内伤啊，会有大量的精神内耗。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冬天你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你们情绪问题的根源啊，是不是因为你们的内心当中啊有着太多占据着你们的一些执念和欲望？这些执念和欲望不断的消耗着你们，它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情绪波动。因为这种执念和欲望，在你们求而不得的时候，整个人就会非常的烦躁。你们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手机内存一样，不断的去清理它，把那些存在已久的占据着你们心理空间的东西都先搬空，这样你们才能够有足够的心理内存去加载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你们才能够让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回归宁静啊。所以说节制牌它其实也代表的是一种情绪的变化，让自己平静下来，让阻塞的情绪重新流动起来。第4张牌呢，星币侍卫啊，我觉得今年冬天的话，应该是有一个人他会给到你们一笔钱，这个就是他手上的这个星币啊，它泛指是一笔钱，或者说是一个金钱等价物，一个商机啊、信息啊，这个信息或者说某种资源能够直接给你们带来经济层面上的价值。所以说这个星币它对应的是一种资源和资产，可能会转到你们的账户上面啊，可能会继承一笔钱，或者说有人持续给你们打钱来帮助你们度过这个冬天。那么这张宝剑骑士啊，我觉得今年冬天对你们有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回归到一种理智的状态里边，它其实它相当于是一种无情。
宝剑就是一种无情啊，没有情绪，你们在无情的状态里边才能够更好的处理事情。这种无情它不是一个贬义吧，我觉得它是一个褒义啊，就是你们能够把自己从这种情绪的泥潭里边抽离出来，用一种绝对理性的思维去处理一些事情，反而能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因为你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或者说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都是我们掺杂了一些人为的情绪。当我们能够把自己从这种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它自然而然就变得简单了。所以说，不要带着情绪去思考问题，也不要带着情绪去对话，保持中立、客观，保持理性，很多问题它就会变得很简单。而且宝剑骑士啊，我觉得既然你们身披铠甲的话呢，说明你们应该是有一个就是严阵以待的感觉吧。今年冬天你们是拥有那种能够承受一切又粉碎一切的决心的，整个人会专注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全力的去攻克它。今年的冬天必然是收获的季节，因为你们已经无暇顾及眼前的是非，你们要向前看，而且你们全副武装，身披铠甲，说明你们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那些挑战了，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你们，会重启你们内心当中的防御机制啊，不会让自己轻易的陷入到这种感情的泥潭和漩涡当中，反而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做事，更好的处理和解决一些问题，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所以说这张女皇呢，我觉得它会有一点就是说今年冬天的这种色彩，它是会让你们开始变得有一点冷漠，不那么容易被打动。因为当你们有的时候啊，尤其是在感情上面，你们被打动的时候，往往是受到伤害的开始。当你们的整个人都变得心如磐石，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欺骗，不会那么容易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所以说，这个冬天的话，它是带着你们自身整个人的气质啊，是带着冬天的那种特有的萧瑟和冷漠，会斩断一些事情，屏蔽一些事情，隔绝外部环境的噪音。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冬天你们可能会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那种不好惹的感觉，会有一点点侵略性，不会让自己逆来顺受，也不会让自己总是承受那些委屈。你们会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益。这种看上去不好惹的状态，能够让你们屏蔽掉90%的烦恼，会直接把一些人拒之门外。就是他们感受到你们自身的这种能量场以后，就会离开你们。这个权杖，这个女皇牌，我觉得就是你们会在今年冬天啊，野心觉醒啊，强势的去主导自己的人生啊。那么这张圣杯9啊，这个圣杯9的话呢，因为这张牌它是一个正位牌。如果说是逆位牌的话呢，今年冬天你们的体重会增加啊，但是它是一个正位的圣杯9啊，就说明你们的体重不会增加，反而会减肥啊，你们的体重会减轻。这意味的是你们可能在节食，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这种自我约束，你们的这种意志力和自律会让你们整个人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会减少一些不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助于你们减轻自己的体重，让自己变得更有活力和自信。整个人啊，从这张圣杯9，我看到的是一种容光焕发的状态，就是你们的个人魅力会有一个提升。而且呢，我觉得就是你们整个人变得更加自信，它不是仅仅是口头上的，对自己变得更加自信，这不是一句空谈。因为你们在这个冬天会尝试着去努力的接纳完整的自己，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不断的练习，把自己的一个大的目标分割成无数的小目标，完成那些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就能够帮助你们一步步的建立自信啊。今年冬天你们会开始明白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爱自己，你们会远离一切让自己，就是你们会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饮食，还是人或者说事啊，无论是环境啊，还是一些消耗你们的事情和人际关系，你们都会远离，让你们远离本真的东西。你们会尝试着重新唤起心灵的力量。圣杯本身它就是一种正面的自我暗示带来的力量，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因为你们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关于外部的一切，而是你们如何看待和面对，如何去感受和理解你们自己的内心。这张星币10啊，我觉得你们今年冬天是有人在等着你们的，你们的父母在等着你们，等着你们回家，他们在敞开大门、敞开怀抱，欢迎你的回归啊。
你们会回到那个让你们感觉到安全的空间里啊，让你们感到信任的人的身边，爱自己，爱他们，爱会连接一切的能量，爱会释怀一切的困惑，爱会给予我们想要追寻的答案。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的最后吧，今年冬天啊，这一组牌给到你们的指引，或者是想对你们说的一些话吧，就是别让自己太累了，不要用完美主义来束缚自己啊，有的时候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啊，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让你们用来演绎完美的。原谅自己，接纳自己，原谅自己偶尔的迟钝和平庸，允许自己犯错。有时候生命带着缺憾也照样可以绽放，带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往前走，你们的人生里就永远有光，永远有希望。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首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宝剑三啊，我觉得今年冬天你们应该是能够克服自己内心当中的恐惧，去直面一些事情，直面那些你们之前一直在逃避着的事情啊，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和肯定。宝剑三，我觉得也是你们会正视那种生活的阴暗面吧，就是正视它，并不等于要无视美好，无视快乐。实际上，越是热爱生活的人，他是越不惧于直面阴暗的。你们只有直面阴暗，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就像遇见过伤害你的人，才能够更加珍视真爱你的人；遇见过欺骗你的人，才能够更懂得坦诚相待的意义。所以说，在今年冬天的话，正是因为你们之前经历了一些黑暗，才能够让你们自己保持清醒。但是你们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会选择去拥抱它，去热爱它。你们不会去逃避那些问题，不会，反而会去直面那些问题，勇敢的解决它啊，正视它，向它发起挑战。你们的这种心态反而能够加速一些事情和问题的解决。就是有一些事情呢，它就是硬着头皮解决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们在做着做着就会发现如何去解决它，如何与它周旋，最终战胜它。然后第二张牌呢，星币9啊，今年的冬天应该是会收到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的，是一个人给你们寄来的一份礼物，并不是说这份礼物有多贵重，而是说这份礼物它代表的是一种出乎意料，它是一种惊喜，可能是一个你们想不到的人，他会给你们寄来一个礼物，或者说寄来的这份礼物，它背后承载着很重要的意义吧。有人在记挂着你们，惦念着你们，而且这个人是你们想不到的一个人。第三张牌呢，星币国王啊，一个成熟稳重的国王啊，他的这种土象特质啊，会在今年冬天给到你们很多的这种力量和指引啊。这个人他是这种土象星座啊，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他的身上有一种能够让人感到很安心的能量，就是只要你们待在他的身边，你们就会感觉到很踏实，非常有耐心，非常耐得住性子，说话很慢，掷地有声，在一个团队当中非常的有威望。你们会受到这个人能量的影响，你们整个人也会变得没那么浮躁了。他的存在会给到你们一种存在感啊，你们会感受到这个人的存在，你们会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啊。他的能量并不是很有侵略性的，而是像大地一样稳重而踏实啊。我觉得这个人的存在呢，就是他是那种内心有一点忧郁，但是呢他在现实当中是一个特别靠谱的存在，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他会让你们感觉到你们的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这张权杖8呢，我觉得今年冬天的话，你们会鼓起勇气去跨过生命当中的一道障碍啊。我觉得从这张牌能够看到你们身上的那种生命的能量，那种活力，可能有的时候会携带着一些志气，携带着一些鲁莽和冲动，但是往往这种方式它就是能够大力出奇迹。所以说今年冬天你们会迈入到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通过一个考试，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或者说跨过了这道坎，其实就是你们心理层面的某种障碍，你们会突破自己心理上的那个屏障。这张牌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凭借着自己的勇敢和热情，带着一点鲁莽，带着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去闯过去，冲过去。所以说权杖8它也很像是勇敢的离开一个你们不喜欢的地方啊，因为任何一种你们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监狱。如果你们感到痛苦和不自由，那你们的心里啊
一定要有一团不会熄灭的火焰啊，不要被麻木，不要同化啊。当命运需要你们逆风飞翔的时候，一定不要选择随波逐流。所以说，今年冬天你们会冲破这种枷锁和束缚，跨过那道坎儿，完成一种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我觉得这道坎儿就是在今年冬天，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你们之前可能一直在被一种惯性的思维推动着、束缚着，被一双无形的手推着往前走吧。就是你们的思考不是你们的思考，你们的决定不是你们的决定啊。所以说，这个权杖八它更大的意义就在于，之前的人生其实并不是你们真正想要拥有的人生，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会有一种荒诞感。但是权杖八呢，今年冬天你们会有一个顿悟的时刻，突然的觉醒，然后突然的决定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你们会真正意义上的在今年冬天选择为自己而活，可能会做出一个在别人看来很疯狂、很大胆的决定和改变，但是周围反对的声音越多，就越证明你们的那个决定是正确的决定。而这张战车呢，今年冬天你们会向着一个目标去冲刺，但是呢，在冲刺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可能在往 A 点走的时候，会突然的发现，原来这条路上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你们可能会走一条路的时候，发现另一条路，它会通往另一个迷人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要给自己设限吧。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一定要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你们内心当中的声音，就只要尊重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尊重命运的剧本顺其自然啊，你们反而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去拥抱一些生活当中出现的随机性，突然出现的人和事，它会给到你们可能性，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冬天的话呢，它是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的，意外的一些人和事会闯进来。然后这个皇帝的，我觉得皇帝牌它也像是一个心态上的成熟吧。在冬天，你们整个人心理年龄上呢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更有智慧啊，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在冬天会觉醒，会让你们拥有一种远超你们当下年龄的智慧，看到人生更远处的风景。那么这张权杖侍卫呢，我觉得你们在打磨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啊，就是你们在今年冬天会沉下心来，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你们自身的一个武器，也是你们自身的一个优势，可能是你们会选择重新捡起来某个技能，在打磨它的过程当中会重新拾起自信，因为你们明白这个权杖侍卫的话呢，就是你们的优势和天赋在哪里，我觉得也是你们在为一件事情做准备，有一点像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们了解，要想解决某个问题，你们必须要先打磨，准备一个工具，或者说磨练自己的一个技能啊。在沉淀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大大提高。权杖侍卫呢，你们今年冬天要把重心放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在纠结问题上。那侍卫的话呢，我觉得它因为它是权杖嘛。火象的话，它更多的是行动能量，所以说你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努力的去思考、懊悔、自责、纠结，把精力都花在内耗上。今年冬天你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会把精力灌注在行动、生产和创造上，这会让你们有一个巨大的成长和突破，甚至是飞跃。然后第8张牌星币6我觉得今年冬天呢，你们会看到那些你们过去所忽略掉的风景。它就藏在你们的生活里边它象征的是，它也有可能是你们会捡起你们之前所一直忽略掉的某些财富，就在你们的身边和周围而且呢，这个星币6呢，它给我的另外的一种感觉就是会失而复得，你们之前损失掉的那部分钱，或者说那部分资源，损失掉的一些东西，它会在今年冬天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到你们的身边。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挽回自己过去因为某个错误的决策而带来的损失。他给我的一种希望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总会它会就是说给你一种希望感吧，就是失去的那些东西总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归到你们的身边。而且你们在今年冬天呢，这个权杖侍卫它就代表的是你们还在寻找一个自己的最佳行动区间。这个权杖侍卫呢，我觉得就是你们在准备一件事情吧，它是在打磨自己的一个技能的这种状态，你们在一直酝酿着、磨砺着自己，
在那个时刻，那个正确的时刻到来之前，你们其实是无法真正意义上的去做出行动和改变。你们会发现，其实你们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对自己有益处，但是好像感觉就是那个时机没到啊，总是缺少一些东西，那么个契机，或者说它有一点像是那种心血来潮的冲动。所以说，结合这个权杖侍卫和权杖八呢，我觉得在今年冬天啊，以前你们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你们可能在今年冬天的某一天，你们就莫名其妙的开始去做它了，而且一旦开始就会坚持很久。所以说，今年冬天它虽然会很寒冷，但是是你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启。你们会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猛然的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身体里还住着一个不可战胜的春天。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